很多人以为古装剧里那些深情台词都是编剧闭着眼睛瞎写的，反正观众爱看，写得越腻越好。但你知道吗？最近这部剧里的几句台词火出圈的原因可能没那么简单。我说的就是长泽宽和翟一莹主演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部剧6月初刚开播，20集，连更17天，直通大结局。表面上，它讲的是一个庶女重生复仇的老套故事，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女主顾铮是伯爵府的庶女，前世因为一场下药风波，被自己家里人活活陷害致死。重生回来之后，她本以为要独自面对这个吃人的世家，可她没想到，一向清冷到骨子里的国师沈燕，竟然主动站出来替她出头，甚至亲自向皇帝请旨，要娶她为妻。你们不知道的是，这场婚事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一见钟情。表面上，两个人是各取所需的合作夫妻，沈燕借着联姻的名义，周旋在太子和端王之间，暗中查母亲当年被害的真相，还有那个藏了多年的皇子身世之谜。顾铮呢，也终于褪去了前世的怯懦，靠自己的脑子在这个吃人的地方站稳脚跟，甚至还改造书馆，帮那些寒门学子翻身。这个设定说白了，就是把庶女逆袭和权谋联姻这两个最容易出圈的元素一次性揉在了一起。剧组还专门打造了一套视觉风格，官方管它叫新古典宅斗美学，场景考究，服化精致，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制作方下了本钱。可你要明白，古装剧从来不缺精致的画面，真正能让一部剧从一堆同类作品里跳出来的，从来都不是滤镜，是台词。按理说，这就是一部标准的权谋宅斗剧，看看阴谋，看看反转，也就完了。可真正让观众坐不住的，不是这些朝堂算计，是剧里那几句台词。长泽宽和翟一莹这两位主演本身都不是什么流量咖，走的是实力派路线。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演出来的对手戏少了那种刻意营业的痕迹，多了一种你说不清是角色还是本人的暧昧感。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刚播没多久，就有大量剪辑和集在各大平台被疯狂转发的原因之一。沈燕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怕爱你怕得太明显，又怕你察觉不到。”说真的，第一次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弹幕直接就炸了。你品品这句话，它厉害在哪？它厉害在一个清冷到近乎无情的国师形象，突然在你面前露出了最笨拙、最不设防的一面。他不是霸道的说我爱你，也不是含蓄地藏着不说，他是又想让你知道，又怕吓到你。这种拧巴比任何直球告白都更戳人。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事发生了。沈燕还说过一句更狠的，她说：“夫人，你说是不是老天觉得我前半生太苦了，才特意把你送到我身边？”你们发现没有，这句话已经不是撩了，这是把整个人的前半生都压上去做筹码。一个国师位高权重，按理说应该滴水不漏，可他偏偏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把最脆弱的那句话说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句台词能在短短几天之内被无数人截图转发，因为他写的不是套路，写的是那种明明高高在上，却在一个人面前彻底破防的反差感。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角色，端王。这位端王三番五次找各种理由去接近顾铮。剧里有一场对手戏，端王当着沈燕的面笑着说了一句话，他说：“王爷，您三番五次暗中打扰我夫人，恐怕有损我们夫妻的和睦之情吧。”注意，这句话是沈燕说给端王听的，可你仔细品，这哪里是在维护夫妻和睦，这分明是在宣示主权。而端王呢，压根不怕，反而像是故意要来搅这一池春水。就在这条剧情线曝光之后，评论区直接吵翻了。有人说，这根本就是古偶剧最经典的三角关系配方，一个深情内敛，一个明目张胆，中间加一个女主，怎么写怎么有话题。也有人说，这种与 quote 吃醋营销与 quote 已经用烂了，观众早就免疫了。但没有人预料到的是，这部剧偏偏就是靠这套配方，在开播没多久，就已经在各大短剧平台上被剪成各种连续合集，播放量一路走高。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场与 quote 暧昧风波
与 quote， 其实主创团队自己都心知肚明。长泽宽在一次官方互动里，直接用了4个字来形容他和翟艺莹在剧里的关系，叫做极致暧昧氛围。你们细品这4个字，这不是随口一说，这是团队精准拿捏了观众的心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你们在磕这对 CP， 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那种若即若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所以我们干脆直接把这个词摆在明面上告诉你。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甜宠剧宣传了，这是一种精确到毫米的情绪投喂。评论区告诉我，你支持谁？是那个嘴笨又深情的国师，还是那个张扬又危险的端王？事情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值得琢磨的现象。这几年的古装甜宠短剧，为什么越来越爱用这种反差人设加暧昧台词的组合拳？答案很现实，因为观众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一部剧要在几秒钟之内抓住你，靠的已经不是精雕细琢的剧情，而是一句能让你瞬间破防的台词。就在同一天，无数条短视频平台上都在用同样的几句台词做剪辑素材。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套公式已经被验证成功了。直到多年后，可能大家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一波又一波的古装甜宠短剧热潮，本质上是在用最快的速度，把观众的情绪按几个固定的开关反复摁。你以为你在磕 CP， 其实你也是这套流水线上的一环。但话说回来，这真的是坏事吗？也不见得。至少在这个大家都很累的时代，能有一句台词让你心跳漏一拍，让你愿意为一段感情停留30秒，这本身也是一种小小的治愈。而这恰恰也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几句台词能在短短几天之内被反复截图、反复转发的真正原因。他精准地知道，观众想要的不是完美的剧情逻辑，而是那一瞬间被击中的感觉。有知情人士透露，这类古装甜宠短剧的台词，往往不是编剧灵光一闪写出来的，而是经过市场反复验证之后才敢放进正片。换句话说，你在弹幕里打出的每一个与 quote、泪目与 quote、每一个与 quote、磕到了与 quote， 本身都是这套公式最直接的反馈数据。这听起来有点残忍，却是这个行业心照不宣的真相。换作是你，你会更喜欢哪一种深情？是笨拙又害怕的沈燕，还是张扬又不管不顾的端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这场关于 CP 的争论才会一直吵下去，也才会一直有人愿意为这部剧买单。有一点可以肯定，一部剧能不能火，从来不只是靠演技和剧情。真正能让人记住的，永远是那几句戳中你心里最柔软那块地方的台词。至于长泽宽和翟艺莹之间那种极致暧昧氛围，究竟是角色滤镜，还是真实的化学反应，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你怎么看这场剧里剧外的暧昧风波？评论区见。我们下期见。